最近在新加坡逛街，我发现这个国家好像患上了某种光伏强迫症。祖屋顶，公寓顶满布光伏板也就算了，我去趟鲑鱼岛，发现乌龟池里竟然也插着光伏板。回市区坐个新加坡河游船，抬头一看，船顶也是光伏板，甚至路边一盏平平无奇的小路灯，头顶都顶着一块像黑巧克力一样的光伏板。新加坡，你这是要给全岛都贴上太阳能膏药吗？别笑，这个精致的小红点正在打一场没有退路的能源战争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新加坡为什么患上光伏强迫症，连乌龟池和游船都不放过，到底有多拼？别看新加坡地处赤道，四周环海，如果从能源视角来看，这里简直是一穷二白。没强风，连台风都没有，风力发电机转不动，没大江大河，水能就别想了，没传统能源，煤、石油统统没有。那新加坡靠什么发电？天然气，而且 95% 的电力都靠进口天然气。2025年，新加坡的天然气进口量达到593万吨，其中近一半来自卡塔尔，另外 43% 来自马来西亚和印尼的管道天然气。以前我们总说新加坡的水被邻国掐脖子，其实在电力上，新加坡也一直被人卡脖子。更可怕的是，全球能源价格一波动，新加坡就得跟着遭殃。2021年到2022年的全球能源危机期间，新加坡批发电价一度飙到每兆瓦时491新元。2026年预算案上，黄循财总理直言不讳，作为一个资源有限的小国，新加坡的净零之路将严重依赖技术突破和国际合作。这不是选择题，这是生存题。为了自救，新加坡政府定了个指标，最初的目标是到2030年，太阳能装机容量达到至少 2GWP， 大概能解决35万户家庭的年用电量。但问题来了，新加坡就这么大点地方，土地比金子还贵，不可能像中国或美国那样在戈壁沙漠里铺光伏海。怎么办？横向铺不开，那就见缝插针。陆地不够，水面来铺，屋顶空着也是浪费，铺上。2021年，新加坡在登革蓄水池建成了首个大型内陆浮动太阳能电站，60 MWP， 当时是全球最大的单体浮动光伏系统之一。有多大？相当于45个足球场。但这只是开始。2025年底，中国电建签约了新加坡克兰芝水库漂浮光伏项目，150兆瓦，是目前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浮动太阳能设施，预计2027年上半年启动建设。再加上班丹蓄水池的项目，新加坡正在把所有能铺上光伏板的水面一块不剩的利用起来。陆地呢？更不用说了。截至2025年初，裕郎集团已经在工业园区部署了875 MWP 的太阳能系统。建屋发展局的 Solar Nova 计划已经在5300座祖屋顶上安装了太阳能板，覆盖了 HDB 产业的一半，私人住宅也没落下。2020年到2025年，安装太阳能板的私宅从约1400栋猛增到约6900栋，占了所有私宅的约 8%。 就连鲑鱼岛这种离岛都没放过。为了避免破坏岛上的绿色环境，太阳能光伏板被安装在大伯公庙前的水池上。仔细看的话，光伏板被拼成了2只乌龟的形状，这是为了尊重鲑鱼的文化和遗产。这个项目耗资200万元，占地约2个篮球场那么大。有了这套系统，鲑鱼完全实现了能源自给自足，还顺带给岛上的海水淡化厂供电，省去了从本岛运柴油和食水的麻烦。连乌龟都开始光伏发电了，你说新加坡有多拼？还有新加坡河的游船，本地科技初创公司 Pexis 推出了首艘太阳能驱动的全电动观光游船 Pexis R， 船顶安装了12块太阳能板。创始人说，巡航时的功耗大约只相当于2到3台吹风机，平均每小时可产生约6-7千瓦的太阳能，能满足船只 30% 到 40% 的电力需求。更厉害的是，它还配备了 V2G 技术，停泊时能把多余的太阳能反向输给电网。也就是说，这些游船白天停着的时候，就是漂浮的太阳能发电站。Waterbee 公司计划在2025年底前把10艘这样的游船投入运营。在阳光充足的日子里，一艘船产生的太阳能足以支撑全天6到8个航次的运营。连路边一盏平平无奇的小路灯，头顶都顶着一块光伏板。
这个精致的狮城，从屋顶看，像一块巨大的全岛移动充电宝。新加坡这么拼命铺光伏板，效果怎么样？答案是提前交卷了。截至2025年6月，新加坡已部署超过 1.7GWP 的太阳能装机容量，超出了原先设定的 1.5GWP 目标，比原计划提前了好几年。于是在2026年2月的预算案上，黄循财总理宣布，把2030年太阳能部署目标从 2GWP 提高到至少 3GWP。3GWP 是什么概念？虽然目前太阳能只占新加坡电力结构的不到 3%， 但在白天用电高峰时段，它能起到关键的削峰平谷作用。更重要的是，每多一度自己发的电，就少一度被人卡脖子的电。你可能会问，新加坡这么拼命铺太阳能，就是为了省点电费？不，这背后有3层逻辑。第一，能源多元化。虽然太阳能目前还带不动全岛，但它让新加坡的能源结构从单一依赖天然气变成了天然气为主，太阳能补充，每多一种能源来源就多一分安全。第二，能源安全。95%的电力依赖进口天然气，这意味着新加坡的电价不掌握在自己手里。中东一打仗，卡塔尔一出事，马六甲一堵船，新加坡的电价就得跟着抖3抖。2025年，卡塔尔占了新加坡液化天然气进口的 42.5%， 这个比例太高了，高到让人不安。家里有电，心里才不慌。第三，气候自救。气候变暖，海平面上升，对岛国来说，这不是遥远的故事，是灭顶之灾。到2100年，海平面可能上升 0.23 米到 1.15 米。新加坡虽然只贡献了全球 0.1% 的温室气体排放，却要承受气候变化最直接的冲击。新加坡的目标是2030年把温室气体排放减少到约6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，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。太阳能是实现这个目标最关键的一步棋。看着新加坡为了不被卡脖子如此拼命，我心里还挺有感触的。在新加坡生活久了，你会发现这种生存危机感是刻在他骨子里的。因为资源匮乏，所以他必须对每一寸土地精打细算；因为没有退路，所以他必须对每一缕阳光斤斤计较。从祖屋顶到蓄水池，从乌龟池到游船顶，新加坡正在用最强迫症的方式，把阳光变成自己的能源底气。也许有一天，当你在新加坡河上坐着太阳能游船，看着两岸灯火通明的时候，你会想起这个故事，一个没有资源的小岛国是如何靠着一块又一块光伏板，把命运重新握回自己手里的。如果你也被新加坡这份拼劲触动了，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下一期想看什么，也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。我是 SG 城市脉搏，每周带你发现新加坡最硬核、最有趣、最不为人知的一面。